岁末年初，很多人对着 K 线图发呆，暗暗捏一把冷汗。这波让无数人曾经拍手称快的牛市，会不会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泡沫？你是不是也在刷着新闻，看到美联储又哐的一下降息25个基点，却又有人跳出来大喊历史性泡沫？就连曾被人嘲笑的 Fartcoin 都能在短短1周之内暴涨 50%。 一边是比特币冲过10万美元大关，一边是房价、股市居高不下。有人指着1929年、2001年、2020年这些历史崩盘的节骨眼儿，带着颤抖的嗓音问：难道我们又要重蹈覆辙？且慢，历史的雷同并不一定意味着结局相同。你说这次不一样，可是越说不一样，就越让人心中发毛。毕竟这些年的市场早就把意外2字写满了教科书，当年估值越不合理，涨势似乎越凶悍。当你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灰天鹅就可能悄悄来敲门。如今美联储的动作与通胀的纠缠，股票市场的疯狂与加密世界的狂喜，都在昭示着一个事实：2025年的剧本恐怕会走向一个我们谁都不敢轻易下结论的方向。那么这场纷杂的经济博弈到底走到哪一步了？一起来看看这背后有哪些蛛丝马迹等待我们去揭开。今年的最后一次美联储会议上，鲍威尔紧锁眉头，宣布再降息25个基点，仿佛是在向市场释放某种暗号：宽松之门还没完全关上，但你别太放肆。表面上他们依然坚持要让通胀回到 2%， 可实际操作却像是在给市场续命。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会提到2020年的历史，彼时疫情重创经济，美联储开启了大放水模式。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只是短暂的过渡，结果放水来得痛快，收水却很艰难。有人可能会问，如果真想控制通胀，为什么不一刀切，提高利率而不是降息？答案也许很现实，股市和房市已然习惯了低利率，如果此刻猛踩刹车，必然带来资产价格的大幅震荡，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连锁反应。美联储的确希望打压通胀，但更想保证就业和市场的稳定。种种试探与折中，让这次降息成为了一步试探的棋，而不是一招定乾坤的狠手。当你看到大佬们不慌不忙，有人却开始提醒，当年1929年也是这样一步步放水，让散户们误以为牛市还可以再走很远，最后才发现自己踏入了世纪陷阱。所以美联储这次再赌市场不会像前几次历史崩盘那样一泻千里，也赌通胀的火苗能在相对温和的节奏里被逐步降服。谈到通胀，字面上看，美国的通胀率已降至 2.7%， 比去年的 3.3% 低一些。乍一听感觉很欣慰，但别忽略美联储的理想目标是 2%， 如今依然是高烧未退。就像一个病人退了一点烧，你能说他已经康复吗？未必。我们再翻开更具体的数据，食品价格依然在涨，餐馆就餐成本涨了 3.6%， 还传说车险涨到离谱，甚至有人说它同比涨了超过 100%。 虽然仔细算下来带有一定夸张成分，但整体物价的顽固性不容小觑。美联储对外说，通胀没有加速，只是持续。可如果只是持续，已经让很多人买菜买肉倍感压力，那么下一步若真的出现卷土重来的苗头，会不会让我们看到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很多人可能想知道，美联储会不会动手脚，有没有可能对数据做出一点技术处理，让通胀看上去没那么夸张？往轻里说，这是各大央行的必修课；往严重里讲，这就是在跟通胀暗战。从历史角度看，每一次通胀缓解到一个关键节点时，往往会产生政策摇摆，而这就像一场零和博弈，一旦放松又会导致通胀反弹，但如果过度紧缩又会刺破本就摇摇欲坠的市场泡沫。这种微妙平衡正是此番降息背后的隐秘逻辑。打开标普500的年 K 线，你会发现
今年堪称亢奋年，上涨幅度超过 30%， 还不时刷着新高纪录。有人说这是本世纪以来最猛的一年，还有人翻出100年历史统计，发现从1920年代到现在，也只有寥寥几次出现单年 30% 以上的涨幅。这种盛况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想想1929年大崩盘前的疯狂，2000年互联网泡沫前的火热，乃至2020年疫情前的短暂虚假繁荣。别怪大家神经紧张，毕竟历史总是乐此不疲的重演。更何况巴菲特指标也摆在我们面前。所谓巴菲特指标，是用美国股市总市值除以 GDP 得出的比值。巴菲特老爷子之前说，这个指标若超过 100%， 说明市值估值偏高，若到 70% 以下就像白菜价，可如果飙到 200%， 那真是拿火在烤。而如今这一指标居然到了 208%， 这意味着股票市值总量已经远超美国经济产值的2倍，活像一只被吹得圆鼓鼓的气球。当然也有人为这场饕餮盛宴找到了理由，低利率加企业盈利加科技创新等于股市攀升。但是你也得明白，每一轮泡沫在破裂前看起来都很合理。就像华尔街那句老话，市场永远能在疯狂时显得理所当然。股市疯涨，按理说正是投资大佬们大展拳脚的时机，可巴菲特却在悄悄踩刹车。根据公开信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现金储备已达325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难道股神看衰后市？这跟他一直倡导的长期持有价值股是否矛盾？其实巴菲特一向主张的是用合理价格买好公司，可当市场价格远远偏离基本面，他的逻辑是宁愿少做或不做。这并不意味着市场马上就会崩，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他不愿在这样过热的环境里高位接盘。要知道，股神坐拥海量子弹，也不怕错失短期收益，他更担心的是一旦回调，他就能用更低廉的价格把优质资产捡回来。有人说，这种谨慎态度正是老人家的独到之处。回想上一次见到巴菲特堆积大量现金的时候，还要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之后他逢低大量买进，从而再次大赚一笔。至于这次是不是同样的剧本，还要看美联储和宏观经济的脸色。如果你也手痒想跟股神一起等抄底，别忘了，市场也可能像过去10年那样一路飞涨，提前下车的人只能望洋兴叹。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毕竟谁也没真正的水晶球能告诉你哪天是最高点，哪天是最低谷。年初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人敢大声预言比特币会在今年突破10万美元，那可是一个梦想中的数字。结果它还真的如约而至。更戏剧性的是，我一度在很多评论区看见各种10万美元时我就卖的网友，如今真到了，却多少带着些恍惚，这价格还能再冲吗？是不是要见好就收？狂欢盛宴下，总不乏见顶的忧虑。正当一片欢呼声中，偏偏有人跳出来说，我妈问我该不该买比特币，这可能是顶点信号。这话虽然听着有些玩笑，但亲朋好友入场等于市场进入最后阶段的梗，在投资圈还真是层出不穷。大多数时候，当大众认知广泛到开始咨询理财小白的群体，这就意味着市场涨势已维持相当长时间，热度极高，最后买单的往往是后来者。所以比特币如今算是狂欢，还是正在积累更大的风险？答案取决于你是否相信比特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的新角色。毕竟政治与政策风向也在发酵，
Gary Gensler 的下台，新的监管负责人 Paul Atkins 被视为比特币友好派，再加上某些政客对比特币大放利好口风，这是在铺路吗？还是在助推另一场泡沫？无论怎样，涨到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注定不会冷场，因为未来还有更多企业和资本要来分一杯羹。我们再谈谈企业对比特币的态度。这些传统行业巨头曾经对加密货币嗤之以鼻，可最近却有不少动作让人瞠目。微软和亚马逊据传正考虑把5%的现金储备投向比特币。Ray 平台宣称可能要追加5亿美元，用于购入更多比特币储备。有些阴谋论者指出，这些科技巨头或许想提前锁定成本，以应对未来或将到来的通胀和美元贬值风险。更有意思的是，一些金融机构也不再仅仅是观望。高盛、摩根大通等昔日对比特币半信半疑的投行，如今态度变得暧昧，既推出自己的加密理财产品，又在报告里不断提醒风险。这就好比他们一边嫌它臭，一边又忍不住吃上一口。这样口嫌体正直的操作，让普通散户看得迷惑，大佬们到底是信仰还是逐利？说到底，企业与金融机构或许都只是想在可能的未来货币体系里留一张门票，他们的投资并不代表对比特币的绝对看好，而是为了对冲风险。如果它真的成为新黄金呢？我们不能错过呀！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内心独白。所以，有的人把这视作强烈利好，有的人却看作是泡沫加剧。毕竟，如果加密市场真要断崖式下跌，这些企业鲸鱼也能在关键时刻割肉离场，只留给跟风散户一地鸡毛。说起荒诞币，近来最荒诞的例子，莫过于 Filecoin 一周暴涨 50%， 甚至连各种 CoinDoge 2.0 都炒得热火朝天。这让人回想起昔日的 meme 热潮，只要社交媒体一声吼，就能拉升几十上百个百分点。而更讽刺的是，许多投资者明知道这些所谓的空气币毫无价值，却依旧蜂拥而至，只为抓住那一刹那的投机机会。有人把这解释为流动性过剩，也有人把它当作散户狂热的最新主角。就如2021年 GameStop 事件所示，当散户在网络论坛聚集，情绪高涨的时候，任何一只小盘股或加密货币都能被吹上天。但这样炽热的信仰背后，也往往藏着生死边缘的疯狂。去翻翻历史，有些同类币在一夜之间跌回地板价，血亏的总是后入场的人。那么 Filecoin 连涨数日算不算见顶的信号？还真不好说。很多时候，最搞笑的项目也能在泡沫时期收割一大波短期投机者。若问如何区分风险和机会，那就看你如何定义价值了。是靠真正的应用场景，还是纯粹靠搏杀？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那这些空气币的结局几乎可以预见。但在行情火热的当下，真正能恪守理性的往往并不多。再来说房市，明明按道理，高昂的抵押贷款利率会打击购房需求，可你看现实，美国许多地区的房价依旧在咬着牙往上窜，尤其是底特律、芝加哥、纽约，甚至出现了2位数以上的涨幅。有人说，这是因为疫情之后的大规模迁移和人口流动，导致部分城市房源紧缺，供需关系就那么一卡壳，房价想跌也跌不下去。另一方面，贷款利率高企，却没能阻止某些购房者。很多买家认为，尽管利率高，但以后可以再重贷降息，只要房价还能涨，就还有空间。这种逻辑不一定科学，但对市场情绪很管用。先上车，再想办法换车票，这种想法让刚需和部分投机者都选择继续入场。再者，部分卖家看见房价高企，更不愿意放盘，生怕错过更好的卖价。这样一来，房源流动性被进一步压缩，导致价格更难下降。当然，这只是市场眼下的一种表面坚挺。如果后续美联储政策紧缩不及预期，或者经济增速下行带来失业率提升，
房市的泡沫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轰的一声破裂。但至少就目前来看，房市依然是一只扭着身体的牛，谁也不敢说它什么时候停下。除了刚提到的底特律、芝加哥、纽约，另一份数据还显示，克利夫兰也出现了超过10%的房价年涨幅。为什么这些传统老城会迎来复苏？一说是逆城市化后的一波回流，另一说是当地房价相对全美仍具备性价比，吸引不少新移民或年轻家庭。同时，也有城市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趋势，比如德州的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分别跌了3%到4%以上。一方面，这些地方前几年涨得太疯狂，早期入场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现在获利了结；另一方面，企业裁员和远程工作政策变动，让当地对人才的吸引力稍有下降。因此，房市2-8分化格局再度加剧，强者恒强，弱者转弱的态势明显。对于普通买家或投资者而言，这种区域分化既是风险，也意味着机会。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人口净流入、新增就业岗位都会对房价走势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你只看全国平均数据，可能会忽略背后的大起大落。毕竟，中国有句古话，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放在如今的美国房市也同样适用。要想知道哪些城市能持续走牛，光看当下涨幅还远远不够。很多人纳闷，30年房贷利率徘徊在7%以上的高位，照理说对房市打击很大呀，为什么价格依旧坚挺？这背后离不开如下几点：一、库存短缺，疫情导致新建住房供应链短暂停滞，很多开发商为了控制风险，减少了开工量，现有的住房供给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补足。二、卖家惜售，已有房主在低利率时代锁定了更优惠的贷款，若此刻卖房再买新的房子，成本高得惊人，反而不划算。结果就是愿意挂牌的人更少。三、投资属性强化，在通胀背景下，不少人将房产视作对冲通胀的工具，一旦房地产的收益预期高于贷款成本，他们依旧愿意硬着头皮买。四、宏观博弈，美联储虽在降息，但市场仍认为这是短期波动，长线看利率或许还会回落。所以很多购房者赌未来能再融资，把当前的高息看成临时阵痛。于是房价不仅没有大幅回调，反而在部分区域不断刷新高点。不过这种坚挺必然要和整体经济周期挂钩。如果大环境出现显著放缓，失业率抬头，那么支撑房市的信心可能会面临新的考验。换言之，这跟目前的股市、加密市场一样，都属于高空走钢丝状态，在利率和通胀的双重压力下，能撑多久还是未知数。当你翻开历史，会发现1929年的华尔街也曾看到一片繁华，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纳斯达克同样冲破天际，2020年疫情前夕，大家也以为股市会永远涨下去，却被黑天鹅打得措手不及。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很多资产集体爆发，股市屡创新高，比特币突破10万美元，房市价格稳中攀升，这一幕幕是否正诉说着某种宿命循环？有人提出一个尖锐观点，现在的资产价格已经进入末日狂欢阶段，要么在2025年迎来一场大回调，要么继续疯狂到连历史学家都叹为观止。毕竟每一轮经济周期都在重复类似的曲线，繁荣过热，衰退复苏，有时候只差一个导火索，就能让过度膨胀的气球瞬间爆裂。当前美联储频繁试探市场底线，给人一种随时可能翻脸的紧张感。然而历史也教会我们，不能完全套用过去的剧本。技术革命、全球化进程、货币政策工具都在不断演变，就算出现剧烈波动，可能也与上世纪的场景截然不同。关键还是要留意那些恒定不变的经济信号，过高的杠杆、难以消化的通胀、盲目的市场情绪。
它们才是真正决定我们是否会重蹈大萧条或者互联网泡沫的幕后推手。市场再热闹，终究要看资金的水龙头、银行信贷和杠杆。你也许在欢呼股市行情，却忽略了银行体系里潜藏的坏账风险，尤其是在企业和居民面对高通胀与高利率双重压力时，更容易出现债务链断裂。你翻翻美国银行业的季度报表，或多或少都会发现逾期率正在攀升。再者，消费金融这块也在走向一个临界点，信用卡利率不断上调，分期付款渐渐变得沉重，很多人发现只能用新卡来填旧卡的账。这种庞氏式操作一旦规模化，就容易形成系统性隐患。想想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次级房贷出现大规模违约，往日被吹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瞬间变成垃圾。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美联储举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神经，稍微风吹草动就可能引爆某个金融衍生品市场。再结合今年以来的地缘政治、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各类黑天鹅在暗处潜伏，你很难说我们是在安全地带。或许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风平浪静的海面，但海底早已暗流涌动，一旦迎来风暴，往往事发突然，不给人太多反应时间。那么普通投资者要如何自处？回顾过去多年，很多专家一直嚷嚷着市场泡沫、大崩盘，却被美股一波又一波新高狠狠打脸。但最终每个人都逃不掉一个事实，黑天鹅迟早会来，只是你不知道它何时降临。有人说，那我就一把梭哈，反正早晚要爆，要么我就爽一把。这听起来颇具冒险精神，但赢家终究是少数。更多人选择的是理性的三板斧：定期定额买入，资产多元分散，坚持长线心态，有时也叫装死不动。你把钱投在指数基金或 ETF 里，不去跟风那些涨跌剧烈的热门股或空气币，你留一部分现金在身边，以防市场突然出现拦腰斩的机会。你也可能选择在高点兑现一部分收益，保住胜利果实。听上去是不是很保守？但是乏味的方法往往最能扛住风暴。正如股神所言，市场可以在疯狂时继续疯狂地超乎想象，你无法猜定，也无法猜底。与其跟风猜测，不如把自己的节奏稳固下来。回头看看，如果2017年起就一直进行指数化投资，截至现在累计收益都相当可观。虽不及那些比特币早期拥护者赚得多，但胜在稳健。况且如果你愿意拿出一点点闲钱去博弈加密货币或其他高风险资产，也不是不行，关键是控制好仓位，别让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时间来到2025，很多专家预期股市年化回报可能回落到 0% 至 7% 区间，有人甚至预言会掉 26%， 也有人认为会再创新高。这些猜测让我们陷入罗生门般的混沌。然而这正是经济周期带给我们的常态，不确定性。布局一：科技与创新。无论市场多动荡，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公司总能在风雨后蓬勃生长。也许在芯片、AI、清洁能源等领域，依旧有大概率产生一批伟大公司。布局二：房产与 REITs。如果房市跟随通胀而温和上涨，那么拥有一套能自住或出租的房产，或许是对冲通胀的有效方式。布局三：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资产。尽管风险极高，可如果未来监管和政策更友好，或有机会再掀波澜。但要谨记，一夜暴富的希望越炽烈，一夜回到零的风险也越大。布局四：防御性资产。传统如黄金、国债、部分对冲基金。如果真遇到雷曼级别的大风波，起码还有个缓冲。记住，多元化并非是让你一股脑撒网，而是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配置。市场永远不会给你100%的安全感，但至少能让你在波动中活得更久、更从容。不要忘记，
经济周期不是只有投资，还有最贴近现实的个人财务规划。无论市场是牛是熊，都要想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盘，那就是稳定的现金流和基础保障。最近也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光靠储蓄应对通胀可能显得无力，于是保险等工具就显得愈发重要。针对人身意外、健康、大额医疗等保险的需求近年来持续升温。高昂的医疗费让人不得不思考，万一经济下滑，收入不稳，再碰到突发状况怎么办？这时一份合适的保险也许能减轻不少负担。就像美联储努力想给经济兜底，我们每个人也需要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兜底。当然，保险行业也会鱼龙混杂，需要货比三家，仔细评估。你可以寻找线上比价平台，查看不同险种、保费、保障范围，一些平台还能提供1对1的咨询，让你在复杂的产品里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案。要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别人的完美方案未必就适合你。关键是保证当未来真的出现黑天鹅时，你不会被生活逼到走投无路。此前还有人猜测，如果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他会不会要求鲍威尔主动下台，以换取更顺从的美联储政策？毕竟当年两人早有过节。但鲍威尔回应得很直接，我不会下台，也不违法。特朗普也在最近放话称，他不会再想办法逼鲍威尔离职。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仍会看到这位联储主席在台上捍卫他的政策节奏。然而，美国政治的钟摆一直在摇摆不定，今天说好的，明天可能就翻脸。这几年我们见识了多少政策来回拉扯，基建计划、减税、关税壁垒，每个政治周期似乎都带来一些新的利好或利空。就像很多投资机构更在乎是谁当选总统，而不是美联储某次细微的基点操作。因为重大税改与财政开支的变动足以左右企业盈亏和市场预期。所以当你看到鲍威尔再次宣布下一次政策动向时，别以为他能一锤定音，背后还有一整套政治博弈在推波助澜。对于投资者来说，及时关注政策走向也很关键，因为一旦财政刺激与货币宽松叠加上去，资产价格有可能再次狂飙。相反，如果政局动荡或政策转向紧缩，市场也会立刻脸色难看。钟摆随时在动，谨慎与机会并存。如今我们站在2024年的尾声，放眼2025，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充满可能性也充满危机的世界。有人说股市会崩，也有人说科技红利还要爆发10年。大家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一套貌似逻辑严谨的说辞。有时候这不禁让人联想，这究竟是在致敬1929年的疯狂，还是在重复2020年的壮举？比特币的崛起让主流金融界接连慌了手脚，却又没办法彻底抵触。股市短期或许还在见顶路上跳舞，房市也在高利率下强撑。我们都看到了太多泡沫的信号，但同时也见识过说崩而不崩的顽强。换句话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可能会在某一天轰然坍塌，也可能会让一批嗅到机会的人得到意想不到的暴利。对于普通人，关键还是要管好自己的心和钱，别盲目梭哈，不要恐慌性出逃。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财务规划和风险应对，或许才是应对这场风云变化最稳妥的方式。毕竟经济周期来来回回，你不可能时刻踩在节奏上。如果真的猜不透，那就将这种不确定性化为动力，在动荡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有人说，金融市场就像一场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每个人都想在里面升级打怪，最终拿到装备和金币。然而这游戏也有副本 BOSS， 那就是泡沫。泡沫在市场情绪最狂热的时候最容易蔓延，却往往在你最兴奋的时候突然破裂。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了美联储一会儿紧缩一会儿放松，
看到股市、房市、币圈此起彼伏，甚至连听起来就很荒诞的 Firecoin 都能创下惊人涨幅。你想说是疯狂，也能说是时代机遇。到了2025年，究竟会不会再迎来一次历史级别的大浪？谁也不敢斩钉截铁。可能股市继续创造神话，比特币突破20万美元，房价在通胀助力下又翻了一番，也可能出现冷不防的黑天鹅，引发大规模回调，让人痛不欲生。然而我们真正能做的并不是去下注涨或跌，而是让自己的资产组合更具韧性，心态更沉稳。就像巴菲特把现金握在手里等机会，就像那些坚持定投的人，无论涨跌都在稳步前进。回到最现实的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了应对下一个市场突变？有些人盲目乐观，全身心沉浸在资本狂潮；有些人过度悲观，把所有资金都藏进枕头底下。这两种极端都不明智，或者说都是用一己之力对抗风险，显得势单力薄。要知道，在金融市场里，没有绝对的安全区，也没有永远的高峰期。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个视频，有哪些新的感悟或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2025年的经济和市场有什么预判？股市还会再创新高吗？比特币是否能一飞冲天？房市会不会有涨转跌？你是否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做好了 Plan B、Plan C？ 让我们一起探讨，也别忘了点个赞，点个关注，转发给更多朋友，让更多人加入这场真相寻找之旅。谢谢你看到这里，祝你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管风雨多大，始终能以从容的心态面对每一次波动。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